知道吗？历史有时候很坏，它是个蹩脚的剧本，它不会照同一个剧本，那个剧本太老套了，没人会信，但它会反复玩弄同一种逻辑，直到人类惨痛的代价。上一次，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臭名昭著的法案，称为施穆特霍利关税法。即使你不懂经济史，你也应该记住这个名字，因为它是一个傻瓜的丰碑。当时他们对上百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当时那些政客再次站在台上，挥舞着拳头，说的心声听起来和今天的新闻简直一模一样。我们要保护本国就业，我们要保护本国工厂，让别人别再占我们便宜，我们要让美国。好吧，你知道我想说什么。这种口号在心理学上非常有效，因为它迎合了人类最原始的部落本能，把问题怪罪给外部敌人。但结果呢？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反馈回路，不是单向的直线。全球各地看着你加税，他们的反应不是跪下求饶，而是你加我也加。这种针锋相对的报复行动，在几年内让世界贸易量大概腰斩，跌了大约2%，然后手拉手一起掉进了经济深渊。所以每当今天有人很兴奋地咕咕说，我们就在狠狠加征关税，叫别人吃苦头，甚至把关税变成一种常规武器，在我脑子里浮现的画面，从来不是我们赢了，从来不是星条旗飘扬的胜利。我看到的是那张大萧条年代的老照片，排长龙岭珍稀汤的民众，那样眼神里的空洞，关门的工厂大门上生锈的锁链，空掉的店面，玻璃上贴满了出租的告示，以为是你在别人惩罚，其实是在搞一场双输甚至多输的游戏。这就像两个人被关在一个着火的电梯里，还在互相掐架，以为打赢了就能获得更多的氧气，殊不知电梯里你缆绳都要断了。让我告诉你，特朗普这个人有一些我欣赏的地方，他够敢，够直接，也不怕得罪人。这种种族在某些僵化的体制里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在关税战、贸易战这件事情上，他走的方向我一点也不喜欢。当一个国家开始对主要贸易伙伴时，不管是亚洲的制造大国，还是欧洲的老朋友，甚至是自己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到处开战，到处加税，这看起来像是在为本国工人出气，这看起来很威风，但实际上很可能在把整个世界往昔30年代式的错误推过去。你可能会说，虽然查理现在已经21世纪了，科技这么发达，有人工智能，有互联网，政府也有很多刺激手段，联准会里坐满了一批患有聪明人，怎么可能再来一个那样级别的大萧条？这就是说，在去年29年的崩盘中，很多人也讲过类似的版本。他们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永久繁荣的高原。人类真正不会变的东西叫人性，尤其是贪婪、恐惧，还有那种宁可要一个简单但错误的答案，也不要复杂但比较对的答案的懒惰。这种懒惰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基因里。我记得当时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30年代的资料，心中浮现的其实不是年轻的恐惧，而是两个非常强烈的想法。第一，哇，如果你有现金，而且脑子还算清楚，那段时间根本就是捡大便宜的黄金时代。第二，哇，这些政策制定者到底还好吗？怎么可以在错误上不断加码？国内生产并不是掉了个2-3%就结束了，而是连续好几年一路往下掉，一共缩水超过1成2成。知道不是10%这种很糟糕你的等级，而是25%，
甚至更高。1/3的人没干活，时间动不了3年，甚至5年更久。每天打开新闻，或者这时打开收音机，听到的不仅仅是股价，而是身边认识的人一个被强制，你被迫关店，强制卖房。现在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另一个风险来源，债务。很多人减税3个字就像听到免费午餐一样兴奋，谁不喜欢少交点税呢？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是一边大幅度减税，一边又增加巨额军费，一边听到说要搞基础设施建设，最后的数学题只有一个结果，赤字飙高。要估算，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全球很多主要经济体的通病。你可以把现在的财政状况想象成已经贷款买了好几栋豪宅，还刷了几张信用卡的中年人。他本来应该缩衣节食还债，但他觉得那样太痛苦了，于是再决定多开一张信用卡，去买一个更大的轮廓，告诉自己，只要我开着一个更大的，我就能谈成更大的一个将来就能还清。我不是那种看到负债就吓到腿软的人，习惯的杠杆可以加速成长，这是金融工具的属性。但是如果过度上错误的政治刺激，那么就会变成一种胎儿的风险。政治人物往往只在大约下一次选举不要爆雷。至于4年后、8年后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爆发出债务危机，那是下一任的麻烦，甚至是下一代人的麻烦。这就是著名的把罐子踢到路边的策略。你可能会问，这位跟我在台北、温哥华、洛杉矶或吉隆坡的退休生活有什么直接关系？让我很直接地说，当一个全球主要经济体靠印更多钞票，借更多未来收入过来花，来支撑其短期的繁荣，那种繁荣本身就比较脆弱，它就像是一个充气的太满的气球，直接已经很薄了。一旦市场开始质疑这个游戏能否一直玩下去，一旦有人开始喊国王不穿衣服，利率可能会突然飙升，资产价格可能会突然掉头，退休族的资产净值就会被迫一起坐云霄飞车。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曾反复讲过一句话，你永远不会参与任何会推动经济崩溃的行为，不仅仅是因为那样不道德，也因为那往往对长期投资人非常不利。这也是为什么当我看到有人热衷于打贸易战、撕裂国际合作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不安的。知道吗？中美之间，或者你说美国跟主要贸易伙伴之间，不管你心里有多不喜欢对方，不管双方的成交量有多大，现实是双边都在双边下方赚钱。供应链不是一条干净的线，你拿剪刀一剪就能断得干干净净，它是一大团错综复杂的网，就像人体的神经系统一样粘连在一起。台湾的工程师设计的芯片可能是在马来西亚的工厂封装，用了欧洲的化学药剂，装进了美国的品牌设备里，最后卖给了消费者，全部都粘在一起。当说我们要脱钩时，我们要狠狠教训对方。你最好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那我自己的退休账户里面那几档全球大型企业的股票，那些交易所交易基金，会不会有人被这些动作伤了多少？一家标榜自己是纯美国品牌的公司，如果你把它的供应链像剥洋葱一样剥开，你会发现切断了海外联系，它可能连一个完整的螺丝钉都造不出来，或者成本会高到没人买够。让我告诉你，一场大规模持久的贸易战，最终的结果很少是甲赢乙输，而比较相当于双方都输，只是掉一点或少一点的差别。你可以把关税想象成每个普通家庭的隐形加税，政客不会给你寄一张写着关税税单的账单，
他们很狡猾，他们把钱藏在超市货架的标价里，只要产品里有国际供应链成分，最后多出来的成本，很大一部分是你让消费者来付。而当消费被挤压时，企业盈利被挤压，股价自然也被挤压，这是贸易的重力法则。所以当有人问我，查理，你觉得中美或者说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未来关系怎么走？我通常会回答，两边都最好克制一点。我一直主张，主要经济体之间必须想办法和互相谅解，因为每一个积极往对抗推的国家，在我看来都有点像疯子，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他们不懂复利。合作的复利是巨大的，冲突的复利也是巨大的，只是方向恰恰相反，以前通向繁荣，现在通向毁灭。你知道吗？大多数人听到大萧条、特朗普、债务危机这几个关键词，直觉反应都是恐慌。他们会问，那我不是干脆什么都卖光，全部变现金，把钱塞在桌面底下，躲起来等风暴过去？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你就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你很可能躲过了过去2年的下跌，却也错过了未来10年最大的上涨。但是让我提醒你一件很少人愿意仔细看的事情。从去年33年开始，美国在新政、大众货币、公共建设等一大堆尝试之后，经济其实慢慢在爬起来。接下来10年，股市大概涨了几倍。意思是那些在最黑暗时期还有现金、有勇气、有耐心的人，最后其实赚得非常可观。我记得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我和沃伦一直有一种习惯，称我们为坐在屁股上不动的艺术，但前提是我们手中有枪，我们不会把自己逼在墙角。简单讲就是永远保有一些钱，让自己在别人最惨的时候还有能力捡便宜。我不是叫你当个有理性的人，承认世界本来就会时不时出现灾难。如果你今天是台湾或海外华人的退休族，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当大家在新闻底下留言淡了，世界末日了的时候，你不是被迫卖出持股来付生活费，而是口袋里还有3到4成的现金，或者很安全的短期资产。你可以慢慢把那些被恐惧打折的好企业一点一点进来。我年轻时看着大萧条后的廉价资产是同一个逻辑。让我更具体一点说，为什么是3到4成现金这种概念，而不是1成或9成？你知道吗？人性有一个很可恶的地方，你在牛市赚得越多，你估计不愿意持有现金，因为看上去想要现金什么都不做，只是在拖累你的还款率。你的邻居满仓加杠杆让你赚了 5%， 因为你持有现金只赚了 20%， 你会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但是当你没有现金，在股市或房地产上全压时，一旦市场来一个很凶猛的完全下杀，你就会被迫在最低点卖。不是因为你不懂长期投资的道理，而是因为你要付账单，要缴房贷，要给家人生活费。反过来说，如果你一直习惯账面上看起来有点笨的习惯，让3到4成的资产保持在流动性较高、风险较低的地方，那么当真正的恐慌来临时，你的心态会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有很多次金融市场出现眼神，我和沃伦其实非常兴奋，因为我们手上有粮食。别人在看股价每天跌到睡觉不着时，我们就像逛超市一样，到处看哪一家公司被市场误杀，哪一家优质企业被当成垃圾甩卖。你要的是这种主动选择的安全感，而不是那种被行情牵着鼻子走的恐慌。你可能会问，那什么叫在大萧条也比较安全的资产？
让我用一个很朴素的原则回答你。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段时间不需要吃饭和热水，不需要人们刷牙洗衣服，不需要交保险费。意思很简单，不管经济多差，人还是要活下去。你知道吗？当你开一家公司时，尤其是想面对长期持有，甚至想拿来当大萧条的底牌时，你最好问几个很俗气的问题。这家公司卖的是不是人们每天都能用到的东西？即使还没有，大家都认日子很苦，会不会只是从高价品牌换成平价品牌，而不是完全不买？它不是在它所在的领域里已经是龙头，或者至少是前几名。在我和沃伦的世界里，我们特别喜欢那种卖饮料、卖食品、卖生活必需品，大家卖无法轻易戒掉的习惯性消费的企业。无论是居住在台湾的退休老师，还是居住在多伦多的工程师，你每天打开冰箱，走进超市，要买的东西里头都有来自这几家全球性公司的广告。这些公司在风调雨顺的时候赚很多，在暴风雨的时候也能赚一点。从投资人的角度看，就是一种下限不会太糟糕的选择。相比之下，那些看起来很酷的高科技公司，或者那些依赖繁荣时期大家都会买的奢侈玩具，在经济寒冬里往往是最先死掉的。你要找的是那些世界一流的企业，就是你想不出任何理由，10年后人类将不再需要他们的产品。让我再提醒你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甚至以为忽略的敌人——杠杆。你知道吗？在每一个大型危机里，真正被杀得一败涂地的，几乎都是高杠杆的人。杠杆本身不是罪恶，它只是一个工具，但它在现有的一切上按了一个放大按钮。如果你是对的，它放大你的利润；如果你错了，它放大你的亏损。我记得亲眼看过太多案例，在顺风期看起来最亮，上杂志封面最多的，往往是那些借钱最多、敢押最大注的人。台湾的房地产投资客户，美国的高杠杆基金，新加坡和香港的某些炒家，故事非常类似。在市场不断上涨的几年里，他们很容易赚到别人10倍、20倍的报酬，于是他们越来越自信，甚至有点狂妄，觉得那是他们的能力，而不是运气的加持。一旦变成瞬间行情的工具，杠杆就会从放大利润的帮手，强迫你卖在最低点的杀手。当你用借来的钱买资产，价格跌到一定程度时，银行不会陪你一起长期投资，它没有什么做时间的朋友这种情怀，它只是做一件事，要求你补保证金、补现金，或者直接帮你把资产卖掉。这就是为什么在大萧条那样程度的灾难里，很多企业并不是因为商业完全做不下去，而是因为之前股票太重，所以对不上，最后被自己的杠杆勒死。所以当我把大萧条这个词放在嘴边时，我的下一句通常是杠杆等于死亡。这不是夸张的比喻，而是很冰冷的数学。你作为一个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华人家庭，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在该挽回杠杆的年轻人，你还在寻觅那样用贷款拼最后一把的梦想。我的人生里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当律师，做房地产开发，后来才走到今天你们熟悉的这个样子。一路走来，我犯过明显的错误，但有一个原则几乎从未改变过。我一生略显保守，也不在这一年看起来特别精彩，然后在下一年彻底破产。我记得有时候我并不富裕，甚至经历过婚姻失败、事业失败、家庭压力很大的时期。那时候我就学到了一件非常年轻的智力，但很有用的事：只要你不死，你就有机会紧缩在上面。
但如果你身处危机里，把自己搞到财务破产、精神崩溃，有时候你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所以当你在思考2025、2026，甚至更后面的世界时，不要去猜测具体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指数型崩盘，哪个月会爆发哪一种危机。真正要问的是，如果未来几年里真的出现一场类似今年30年代那样级别的大风暴，我和我的家人会庆祝什么位置？是站在被风吹走的悬崖边上，还是躲在一个虽然不豪华但你坚固的避风港里？让我换个角度来跟你聊天，你比较容易带入想象。一对住在台中的60多岁夫妻，先生可能是退休公务员，太太可能以前在学校或银行上班，2个小孩，一个在台北工作，一个在多伦多。这对夫妻手上可能有一套自住房，1点投资房，房贷还没还清，再加上一些寿险、剩余险、基金、股票，总资产看起来也蛮像的。你知道吗？这类家庭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赚得不够多，而是配得太满。什么叫配得太满？就是部分上所有可以动用的资源几乎全部压在同一个景气逻辑上，房价永远会涨，股市长期一定向上，平常或新台币永远稳定。然后一旦有一个间歇出问题，就牵动其他全部出问题。如果你真的担心未来几年有类似的大萧条级别的风险，那你对自己的要求不应该是我要一个让我慢慢得到报酬率最漂亮的配置，而是我要一个即使遇到那罕见的大风暴，我还有机会活得下去，甚至趁便宜买的配置。这种差异看起来只是角度不同，实际上会让你思考每个决定都大不同。首先会让你去买那些承诺高利息的垃圾债，晚上让你开始掏掉一点利息，也意味着把钱放在最安全的国家债里。之前会让你想尽办法多贷点款买第2套套房，晚上让你想办法先把自住房的贷款还清。那样做看起来很清醒，你知道吗？很多人喜欢问查理，你觉得今年26年会发生什么事吗？老实说，我从来都不是那种在黑板上画一条线，告诉你哪一年会发票，哪一年会暴涨的算命师。我也很看不起那种人。真正成熟的投资人关注的不是哪一年，而是哪一种结构。如果未来市场出现类似今年30年代那样的情况，或者至少是一次非常严重的资金，会有一些你几乎可以确定的场景。比如第一个新闻标题每天都会吓到你，用各种版本的全球经济崩溃，史上最惨这种字眼。第二，很多你过去以为永远不会出事的大企业会突然爆出财报危机，股票问题，股价从山顶一路滚到山谷。第三，政府和央行让你出各种你以前没听过的招数，让你搞起蜡烛到底是在救人，还是在制造下一轮泡沫。你可能以为这些东西离你很远，但事实上每一个政策，每一次恐慌都会反映在你的退休金账户、你的房价、你孩子的工作稳定度上。所以去猜测特朗普不会让这一切变得更糟糕，你更该做的是先把自己的结构调整到一个不管谁当总统，你都至于被一刀砍死的位置。你知道吗？我对恐惧这个东西一向没有什么浪漫的共鸣之心。大多数时候，害怕人们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那种被夸大的想象。去年大萧条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人被打惨了，但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人在那之后慢慢建立起了巨大的财富，只是因为他们在别人害怕到失去判断力的时候，还保持了一点平静。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很多前辈在大萧条期间
真的选择了他们总有一些人在别人疯狂卖出的时候，咬着牙挑选进一些优质企业的股票。当时看起来很疯子，然而几十年后才真正决定，那些人几乎塑造了他们整个家族的财富命运。因此，当你现在简单的看关于特朗普、关于债务、关于战争风险的新闻时，不要用那种或者世界末日或者财富自由的二分法来想。世界很少是这样的。真正重要的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你能坚持住吗？在别人最崩溃的时候，你没有一点余力做一些理性并略带勇气的决定。让我告诉你，我这一生最满意的事，就是我学会了反人性这3个字里面的一个比较聪明的那一半。人性的直觉在市场里往往是错误的。每个人在最贵的时候最兴奋，在最便宜的时候最害怕。这简直就是生物学给我们开的一个统计玩笑，知道吗？当媒体开始不断放大特朗普会导致大萧条、全球崩盘及债这样的说法时，会有一大群人开始做同一件事，什么都掉了，躲起来，每天追寻新闻，等某个你全世界都安心了的讯号出现。很不幸的市场从来不会在你感到安全乐观的那天给你最好的买点。最好的买点通常出现在你觉得世界快要完蛋的那天。我不是说你乐观到失去戒心，而是说你在恐惧最大的时候，多问自己一句话：这些恐惧里，哪些是合理的、有数据支撑的？哪些只是情绪？然后把你的行动建立在合理的恐惧上，而不是集体歇斯底里上。我一直很强调多元思维模型，这个词听起来很学术，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只靠一个学科、一个角度看世界。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全世界看起来都像是钉子。演讲风险特朗普，演讲大萧条，你不能只用经济学的角度，你也得用心理学、历史学，甚至一点点道德哲学来审视。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众情绪有一种循环放大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好几种力量共同的巨大效应。坏消息会吸引更多眼球，更多眼球会使媒体舆论更多坏消息行为，坏消息又会让大家情绪更差，最后的真的开始变得更活跃、更紧缩消费，于是数据经济也随之变差，这就形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后果。从历史角度看，每一次大萧条或大危机之前，总有人事后跑出来说，这些其实都有迹可循。但事实是，当时身处其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必然崩溃的时代，他们只是觉得日子在继续，直到音乐突然停止。这也是为什么当你今天在听一个90多岁的老头时，明白我在谈1930年代时，你要抓住的不是那些具体年代，而是那些人类重复犯错误的模式。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已经50多岁、60多岁，你的时间其实比你想象中还要宝贵。你不再有20-30年的时间弥补一次把退休金赌错决定的方向。我记得自己在大约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开始很刻意地把人生从往外冲转到守住底线的模式。这并不代表我不再投资，不再追求回报。相反，我更在意的是，如果哪一天市场来了一大堆木材，我会不会被一棍毙命？我的家人会不会被迫因此做出一些痛苦的选择？所以如果你问我查理给台湾和海外华人的退休族3条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我不会用条列式告诉你，但我会在聊天里反复绕回几件事。1. 保留足够的现金和安全资产，那是你的救生圈。2.
偏好那些在人类再怎么穷也可能继续买单的企业，那是你的饭碗。3. 远离高杠杆，尤其是你听不懂的那种杠杆，那是你的毒药。你知道吗？投资这件事说到最后，其实跟做人没差多少。你如果一辈子都在追逐快钱捷径，一夜翻身，那么你在金融市场里大概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然后得到同样的悲剧结果。反之，如果你愿意接受慢一点、稳定一点这样的节奏，那你在资产配置上的选择，基因自然地偏向那些看起来没那么性感，但比较耐久的东西。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伯克希尔的股价从高点腰斩那样的场景时，其实心里并不轻松。没有人喜欢看到自己的钱变少，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们完了，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也知道那些企业的长期实用不会因为1年2年的恐慌就全部消失了的。如果未来2026年世界真的闯入了一个很糟糕的景气循环，你要的同样不是那种完全不跌的资产，因为那种东西通常不存在，或者那是骗局。你要的是在坏年景你还撑得住，在好年景你能跟上大致成长，在超级恐慌时你还敢加码的组合。你知道吗？有时最难找出正确的答案，但在答案显然不复杂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做那几件无聊的事，保留现金，远离高杠杆，买你真正懂的东西。这些听起来都不够刺激，也使得你在聚餐时吹牛。但我一辈子看下来，那些最后老年生活过得最安稳、最有尊严的人，几乎清一色却都是那样年轻时不特别耀眼，中年时不会成为八卦杂志头条，到了退休之后突然被大家发现，他们怎么想一直都过得还不错的人。如果你愿意以同样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财务状况，你就会发现，特朗普也好，谁当总统也好，大萧条也好，都只是你必须面对的一个外在的分数。真正决定你结局的是你在每一次恐惧出现的时候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你知道吗？到了我这个年轻人，其实看起来未来的方式会跟你们不太一样。我来说，2025年、2026年是我无法到达尊重活的时间点，但这种距离反而让人看事情更紧张一点。如果未来几年真的出现像你们现在担心的那样的局面，关税战升级，贸易关系撕裂，债务压力爆发，股市深度下跌，你会发现有些人被吓得什么都不敢做，有些人被逼得什么都不得不做，还有一小部分人看上去似乎比别人多了一点选择权。我希望你是最后那一个，不是因为你比较聪明，而是因为你提早准备，提早接受世界本来不会对你特别温柔这个事实。你知道吗？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比大多数投资人领先很多了。让我最后说出一句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的话，来和你做一个暂时的告别。如果未来真的再来一次像今年30年代那样的大灾难，那对大多数人来说会是一场毁灭，但对极少数准备好的人来说，会是一场非常残酷但真实的资产重新洗牌。你当然不需要喜欢这种游戏，但你最好不要当那个完全没看懂规则，却把全部押金押上的人。你知道吗？只要你记住这几件事，不要推动世界崩溃，在别人犯错时保有一点现金，永远敬畏杠杆，偏好那些人类永远保管的东西。现在不管潮流做什么，不管新闻怎么写，你在未来的大风大浪里都有很不错的认知，能够带着家人安稳地去穿越，这样就够了。